刚刚呢，我就从这个左侧的本尔比乡村博物馆里面结束了参观，现在呢回到了马路上骑行。有时候真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，你只要坚持呢，即便是多了几趟啊，你总还能够进到里面去参观一下，达成自己的一个小心愿啊。虽然呢刚刚下了一阵雨在里面，但是呢幸好这个雨啊就下了一会儿，所以应该也没有淋湿，反而呢是很愉快的在里面呢闲逛了半个来小时啊，还是很有人气的。我看很多加拿大人啊都是携儿带女，一家人甚至几家人组团到这边来参观。我觉得大家对当地的这种文化，虽然他们的文化因为基于这个历史啊比较短，但他们的文化呢很长，因为这个文化就是传自欧洲啊，所以不能因为加拿大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就觉得他们没有文化。其实它的文化基因呢是传承自欧洲的文化啊，跟西方的主流的这些都是文化，都是一脉相承的。我骑着呢，骑到一个停车场里面啊，但实际上呢，我刚刚是被我眼前的这栋古色古香，应该说有英国特征的这栋楼啊所吸引。这栋楼呢，现在是一个餐馆，我觉得作为一个餐馆啊，是最好不过的这种老建筑的归宿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因为在那边运营，然后呢就可以保持这样的老建筑的一种活力啊，使用的状态，所以不见得样样都要把它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啊，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使用，才能够让这些老建筑呢发挥它的作用啊。刚刚在这个乡村博物馆里面，其实就是一个保留下来的老镇吧。他看到的很多的房子，不管什么功能，它基本上就是普通民居的那种样式，并没有因为说你是开店的，或者你是一个教堂，或者你是一个什么店铺啊，就会分得很清楚。其实
每个房子呢都长得差不多啊，当然仅仅是有大有小而已。所以我就想起以前去波士顿那边有一个小镇去访问的时候啊，就那个也是一个100年以上的老镇，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。就那个老镇呢，所有的建筑物啊，它是法律规定必须要维持原样，就连一个门牌号码的装饰都不能改。但是我的一个同学在那边行医，开一家牙科诊所，那个诊所本身呢，其实就是一座民居，就外面看你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诊所，就以为是一间民房。但是呢，这个恰恰就是他们对他们的传统的一种保护。所以我觉得，虽然他们的历史比较短，但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历史的这种保护维护呢，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古镇啊，有很多该保留下来的历史的街区，真的都被破坏了，就很随意的以发展的名义呢进行拆旧换新啊。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可取的。当然这就是国情的不同啊，也可能中国1-2千年形成这些文化，形成的这种古人留下的东西太多了，多了呢可能就不值钱了，所以大家并没有对这种旧的东西啊有一种强烈的保护的愿望啊。好了，我现在面对的呢，就是我刚刚下来的这条步行的登山道啊。那我呢还是想着从这边呢推上去，走一条近道啊。这是我今天来的时候从这边顺坡把单车推下来的地方。
好，今天是一鼓作气啊，就推着车上来了。但是呢，紧接着就是面对一条陡坡啊。现在我面对左侧呢，翻新中的一个大宅啊，你看，占地面积非常宽广，都已经封顶了，正在进入内部装修，在一个高坡上啊，这样的一个大宅，应该呢是一个崭新的款式啊。而我的右侧呢，一看就那个传统的老房子，其占地面积应该跟刚刚新建那个房子差不多，但一看呢，应该已经有70、80年了吧，这样的一种老的款式，可能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的一种居住理念了。你看这家呢，也是重新装修过的。这条街上啊，每间房子都长得不一样，但有共同点呢，都是占地面积比较大，都在一片山坡上啊，景色非常好。我们再来看看啊，这间房呢，也是重建过的房子。而马路对面呢，完全就是以前那种款式啊，就比较低矮一些，有一半地下室呢是在地下的。
现在呢，我从这条叫沃克这条马路啊，就是我上次来的时候呢，走过这条马路的，从这里回去啊。同样的呢，也是要爬一阵坡，但希望呢，这个坡还不是特别大啊。
好了，我已经回到了回家方向的道路了，从这边直接骑过去呢，就到家了。明显的呢，这条街啊，这个占地面积就小了一些啊，就这些房子，但是呢，大部分也都是进行了一些改造，像右侧的以前那种最老的样式这种房子，留下来并不多了，大部分呢都翻造了，或者是改建了。加拿大这些房子，其实值钱的就它下面这块土地啊。如果你30年甚至50年一直保持持有，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，你这个土地升值的这个价值啊，可能不仅可以让你过一个很好的晚年、富裕的退休生活，而且呢，有可能就可以惠及子孙，造福2代甚至3代人啊。其实任何按市场经济的逻辑发展的国家地区啊，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如果人为的非要打压这些来均贫富啊，都有可能会轻则造成经济停滞不前，甚至呢会破坏这个社会的一个基础啊，使得大家就没有奋斗的动力，只想着躺平，只想着这个社会啊能够经过阶级斗争来获取不义之财，那最后的结果呢可想而知啊。所以你只有保持这种市场经济几十年、50年甚至100年以上不变，就大家这种在法律底下人人平等，同时呢又通过自己的不断的自我奋斗来积累财富，不仅惠及自己，同时呢也造福家人，这样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呢才可以持续下去啊。好了，我快到家了。今天呢就是很高兴去了一趟伯纳比乡村俱乐部啊，看到了100多年以前的老房子，以及当地人对文化的这种保护的热忱，也是一种西式文化的传承啊，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啊，开了些眼界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